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大平哲也先生所著的《追踪调查1万人长达60年得出的健康人士的小习惯》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无论几岁依然异常健康的日本人，无意识中都在做这件事；第二，拥有这个习惯的人，竟然与疾病无缘。首先是第一部分，无论几岁依然异常健康的日本人，无意识中都在做的事。说到希望健康长寿，这恐怕是所有人共同的愿望吧。但现实中，被忙碌的日常生活追着跑，即使心里想着要为健康做点什么，最后往往还是拖延了下来。对于这样的你，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事实上，通过一项长达60年以上、耗费巨大时间积累的研究，揭晓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这项对日本人进行的超长时间追踪调查，从1960年代开始启动。也就是说，哪怕现在再启动同样规模的研究，完成时间也要到2085年左右了。可以说，这是一份无法再复刻、珍贵无比的唯一性数据。而从这项世界最长寿命统计调查中得出的结论非常惊人：健康的人，并不是因为刻意努力想要健康才变得健康的。听起来有些意外，对吧？他们既没有拼命节食，也没有每天坚持跑步，更不是靠毅力硬撑来的健康，而是很自然、很平常的，日复一日做着一些能够维持健康的行为。决定健康的，不是特别的努力或基因，而是所处的环境与习惯。在日常生活中，只要处于某种环境，保持某些习惯，哪怕没有特别去在意，依然能自然地向健康靠近。那些被调查的人，并不是想着我要成为健康达人而特别去做什么，反而根本没有这类意识，只是每天过着自己的生活，无意识中积累了有利健康的行动。而这种无意识行为的长期积累，正是健康长寿的关键。真正有价值的方法，正是那种在意识薄弱、容易偷懒的人身上也能持续下去的方式。而这本书里的所有方法，正是基于人是脆弱的生物这一前提来设计的。它不是依赖我们一时的意志，而是彻底思考如何才能在保持脆弱状态下也能坚持下去。书中的方法都非常容易模仿，几乎没有压力，能够直接融入日常生活。如果你最近总觉得身体状况有些不稳定，不如先看看这个哪怕无意识也能变健康的机制，也许能给你带来新的启发。那么接下来我将先告诉你，通过60年的医学与统计发现的日本人的健康最优解。首先来看一下这份结论：日本人健康的4大最优原则。原则1：减少盐分，增加钙摄取，采用和食日本传统饮食。原则2：减少久坐时间，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原则3：消除肥胖。原则4：每天饮酒量控制在2喝以下，约360毫升。在这项60年的研究当中，从来没有发现过那种轻松一点，马上就能大幅改善健康的神奇方法。相反，最终明确的结论是，其实就是一些极其简单朴素、谁都听过的基本行为。接下来就来详细讲讲，要如何自然地把这些结论融入日常生活。举个例子，如果你家冰箱里随时准备好健康又简单的小菜，你是不是下意识就会少吃垃圾食品了？再比如，只要稍微改变下生活动线，自然就会多走路。人际关系也是一样，多接触让自己安心、轻松的人，远离让自己焦虑、压力大的人，不仅能减轻压力，也能让身心更加稳定。像这样，如果你真心想要变得健康，第一步不是立刻下决心拼命去做什么，而是优先去调整环境。环境一旦改变，行为就会跟着变，行为变了，结果自然也会跟着变。比如，研究还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一个人是否容易生病，跟他住的地方有很大关系。从日本各都道府县的平均寿命来看，青森县的平均寿命是全国最低的，但不同地区的平均寿命却有差异。这与生活习惯、气候、
饮食、医疗条件、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息息相关。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有这个习惯的人几乎不生病这个主题。我们会在第二部分介绍的日本人健康最优解4大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第一条原则：减少盐分摄取，增加钙摄取。改为何时饮食？大家都知道，饮食是健康的重要因素，就是减少盐分摄取，增加钙摄取，并以何时为主。说到何时，一般就会想到米饭、味噌汤、发酵食品、海藻、腌菜、绿叶蔬菜、鱼贝类、绿茶，这些是典型的何时食材。虽然何时对健康非常好这件事早已享誉世界，但作者指出，日本传统饮食有2个明显缺点：盐分摄取过多，钙摄取量不足。所以作者基于严谨的数据证据强调，如果能改善这2点，减少盐分，增加钙摄取，日本何时将成为世界最强饮食模式。首先是盐分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人每日盐分摄取量应在 5.0 克以下，而日本的标准则相对宽松，男性 7.5 克以下，女性 6.5 克以下，即便是高血压学会也建议 6.0 克以下。也就是说，日本人摄取盐分远远超标。在这种情况下，想健康长寿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怎么减盐？第一步，减少调味料用量。比如，日本人摄取盐分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酱油，而只要稍微改变一下调味料的用法，盐分摄取量就能明显减少。重要的一点是，不要直接倒在食物上，而是蘸着吃，就能在保证味道的同时，自然减少盐分。像寿司也是一样，米饭会大量吸酱油，让你无形中摄取超标盐分。正确吃法是，只在寿司配料的一面轻轻蘸一点点，然后放入口中，仅靠这一点，就能大幅降低盐分摄取量，还能更好地品尝食材原本的风味。而且这不仅适用于酱油，像酱汁也一样，不要直接浇在食物上，而是倒一点在小碟子里，蘸着吃。仅靠这个简单的小习惯，盐分摄取量就能大幅下降。重要的是，这根本不需要什么艰苦的努力，像这种靠生活小机智来完成的做法，才真正有效。如果你现在习惯了重口味，也没关系，不要一口气全戒掉，而是一点点逐渐减少咸度，慢慢调整味觉。调味方面还可以巧妙利用香料和酸味，比如黑胡椒、辣椒、生姜、柚子、食醋，这些都能在少盐的情况下，做出有层次、有冲击感的味道。此外，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也非常重要。火腿、方便面、速食食品，这些都含有大量盐分，最好尽量少吃。在无法自己控制盐分用量的外食场合，通过点单时要求清淡来降低盐分摄取量，这也能算是一种生活机制。只要把这些方法生活化、习惯化，就根本不用靠意志力和毅力来硬撑，健康也能自然靠近。像这样，减少盐分摄取是通过一些小小的巧思，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一点一点的慢慢去做。接下来谈谈钙摄取的对策。说到钙，大家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乳制品吧？实际上，数据显示，摄取乳制品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还能降低中风的风险。因此，作者认为，在减少盐分的和食中加入乳制品，会成为非常理想的饮食。具体来说，可以在早餐时加入酸奶或奶酪，都是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想讲讲在何时中还应增加摄取量的食材。也就是说，首先要增加摄取量的是鱼和蔬菜。大多数食材都有优缺点，因此为了保持健康，不能只吃某些有限的食物，而是需要均衡摄取各种食材。在所有的食材中，几乎没有证据反对摄取的就是蔬菜和鱼，这2种食材几乎是最强的健康食材，必须优先增加摄取。谈到延长健康寿命，
尤其是关于鱼的各种研究，结论都是应该多吃鱼。比如数据显示，摄取鱼类越多，患痴呆症的风险越低。大家都不想得痴呆症吧？那么我们就多吃鱼吧。研究显示，摄取鱼类最多的人群，比摄取最少的人群，痴呆症发病风险低了61%。而这群摄取最多的人群，平均每天摄取的鱼量是82克左右，相当于一块80克左右的鲑鱼或青鱼切片。也就是说，每天吃一份鱼，就能强力预防痴呆症。不过很多人觉得做鱼料理比较麻烦，这时候可以用青鱼罐头来代替，或者去超市买现成的刺身也很方便。作者非常推荐大家用这些简单方便的方法，尽量增加鱼类摄取量。另外，大豆制品和海藻类也有预防痴呆和多种疾病的证据支持。如果能多吃大豆制品和海藻，也是最佳选择。而且如果你以和食为主，吃这些其实很自然，比如纳豆、豆腐以及大量海藻的味噌汤，都可以积极摄取。此外，还有一个妙招是，把想要吃的健康食物放在冰箱最前排。我们冰箱里通常放各种食材，但人们往往会拿眼睛容易看到的东西，因此建议把对身体有益的食材放在打开冰箱门就能第一眼看到的位置。例如，切好的蔬菜、小番茄、酸奶、豆腐、水煮蛋、水果，这些营养丰富且方便食用的食物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当你打开冰箱时，自然更容易选择它们。相反，想避免过量吃的加工食品或零食，就放在冰箱里较隐蔽、难看见的位置，比如放在后面或下层抽屉里，减少无意识的拿取。这是利用视觉刺激影响行为的行为设计技巧，因为人类会对看到的东西做出反应。这个方法的优点是无需努力或克制，只要改变食物摆放位置，就能自然拿起健康食材，轻松养成良好习惯。强烈推荐大家尝试。那么接下来介绍第二条原则，减少久坐时间，进行适度的有氧运动。大家都知道，运动和健康是密不可分的，只要开始运动，就能降低成为需要护理的风险。而运动可以预防20多种慢性疾病，还能延长寿命。而且什么时候开始运动都不算晚，即使你已经70岁了，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习惯，也能大幅降低80岁、90岁时需要护理的概率。相反，久坐时间越长，寿命越短，这一点也已被证实。所以对于久坐办公的人来说，主动增加站立时间非常重要。但是我认为很多人明知道却做不到，所以接下来想介绍一下如何将运动机制化的方法。其实运动不需要专门抽时间去做，而是可以融入你已经在做的事情中。所以我推荐的方法是把通勤时间直接变成运动时间。这并不复杂，只需要做一件事，走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通勤中安排一定的步行时间。推荐的做法是选择住在离车站步行约15分钟的地方。实际上，你住在哪里，与你的运动量密切相关，因为光是上下班来回走路，就自动产生了约30分钟的有氧运动。一周工作5天，就相当于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这与国际上推荐的健康运动量相当。而且，你不必每天规划去健身房，也不用麻烦准备运动装备，这能让运动成为自然习惯，没有压力。购物时，也请尽量多走动，逛遍不同的货架，比如一边想着今晚做什么菜，一边在店里逛，你走的路自然就多了，并且思考食材搭配和烹饪步骤，还能刺激大脑，这对预防痴呆也有好处。研究也显示，认知症的预防和这样的行为有关。另外，理想的做法是每天购买当天需要的食材。虽然囤货会让人觉得省事，但每天买菜不仅自然增加了身体活动，还能根据当天的身体状况和心情调整饮食内容，保持积极心态。你觉得呢？正如之前所说的，你不必特意腾出时间运动，
只需在日常生活中加入一些小巧思，就能自然增加运动量。希望大家还能自己想出更多自动轻松增加运动的方法，并融入日常生活。接下来介绍第3条原则，解决肥胖问题。过去在日本，导致高血压的主要原因通常是盐分摄取过多，但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现在中老年人中，最常见的模式是吃得过多导致肥胖，进而引发血压升高。也就是说，问题的起点往往不是盐分摄取过多，而是肥胖。而且吃得越多，盐分摄入量自然也会增加。比如吃了大量的食物，其中含有的酱油、味噌、沙拉酱以及加工食品里的盐分都会被摄入。所以吃得越多，血压升高也就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实际上，作者几乎没见过肥胖但盐分摄入量却很少的人。肥胖和盐分摄入量之间有非常明显的正比例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能够一点点减少食量，减轻体重，自然也能减少盐分摄入，血压很可能会一起下降。当然，肥胖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血压问题，还包括血脂异常、糖尿病、关节负担、睡眠质量下降、肾脏负担等多种问题，数不胜数。反过来说，只要解决肥胖问题，就能大幅降低多种疾病的风险。为了解决肥胖，作者建议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停止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吃饭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容易吃得太快。我们的脑子里有一个饱腹感，它会告诉你已经吃饱了，但这个信号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传达出来。如果吃得太快，大脑还没来得及感受到饱腹，就已经吃过头了，结果就是摄入过多的热量，肥胖风险随之升高。实际上，有研究显示，吃得快的人更容易发胖，尤其是那些习惯吃到饱的人。如果吃得快，风险会更大，特别是那些习惯吃快的人，哪怕刻意去注意，还是会忍不住快吃。因此，推荐的方法是和别人一起吃饭，和别人围坐一桌，自然会有聊天，吃饭的手会有停顿时间，你会下意识地跟对方节奏同步，慢慢享受用餐过程。此外，针对老年人的调查也显示，经常一个人吃饭的男性患抑郁症的概率显著较高。这说明，吃饭不仅是补充营养的时间，也是维持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要时刻。如果实在没办法和别人一起吃饭，建议用电视或收音机作伴。吃饭时看节目，注意力会被分散，自然会放慢吃饭速度。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效的减少肥胖的机制，是用小一点的碗碟。你知道吗？仅仅换成小一点的碗盘，就能减少进食量，同时仍然获得满足感。人的大脑其实非常容易受视觉上食物量的影响，盛在大盘子里，量显得少，容易觉得不过瘾。相同的食物盛在小碗里，会感觉数量足够，产生饱腹感。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减肥和防止暴饮暴食的技巧。重点是自然减少食量，而不是强迫自己忍耐。尤其是将米饭和配菜放在小碗、小盘中，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减少了摄入量。另外一个机制是，将每天吃廉价零食改成每周吃一次较昂贵的蛋糕。很多人喜欢甜食，难以戒断。最大的问题是每天都吃，无论量多小，每天积累起来都会明显摄入过多糖分。因此，建议改成每周一次的奢侈甜点奖励，比如平时节制，周末吃一块最喜欢的蛋糕或精致甜点，这样甜食变成了特别的享受，满足感大大提升。作者不推荐完全禁止甜食的极端生活方式，人生是用来享受的，有时享受美味也很重要，只要稍微调整频率和时机，就能实现对身体友好的饮食平衡。那么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原则，每天饮酒量控制在不超过2盒，约360毫升。大家都知道，喝酒过量对健康有害，这根本不需要特别强调。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防止饮酒过量。为此推荐一个有效的机制，利用无酒精饮料。
研究显示，仅仅将部分酒精饮料替换成无酒精饮料，就有助于减少饮酒量并保护健康。比如，平时喝2罐啤酒的人，可以尝试将其中1罐换成无酒精啤酒，这样既能获得满足感，又能实现更健康的饮酒方式。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即使是之前对无酒精饮料持否定态度的人，实际尝试后也可能觉得味道不错。近年来，无酒精饮料的口味大幅提升，尤其是在稍微喝了点酒后再喝无酒精饮料，感觉会更自然，替代过程也更顺畅。此外，防止饮酒过量的另一个好方法是使用小号酒杯。英国一项研究基于过去100年餐具尺寸变大的假设，调查了酒杯容量的变化，结果发现，酒杯容量逐年变大，可能与酒精摄入量增加有关。因此，使用容量更小、口径更窄的酒杯，能自然减少饮酒量。另外，在喝酒时多放些冰块，或者多加水调酒，这些方法也有助于控制饮酒量。以啤酒为例，选择较小的杯子喝，喝完后再续杯，这样啤酒能保持更凉爽美味，同时也更容易控制饮用总量。通过巧妙利用这些环境和心理影响，欺骗自己达到控制饮酒的目的，就能毫不勉强地享受健康的饮酒生活。长寿健康并不依赖艰难坚持和超强意志力，而是靠一点一滴的生活小细节积累起来的。而且这些方法简单易行，随时就能开始。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强迫自己，没有压力，反而能轻松融入日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